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美国股市上演了一场绝地的反弹，但这真的是拨云见日的转机，还是风暴来临之前的最后逃生口呢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就会带大家抽丝剥茧，从危机到机会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一次反弹背后的玄机。我将会结合最新的基本面消息和关键的技术面的数据，来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一波的反弹，它到底能不能持续，还是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风险。所以这个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，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，我会分享一款能够让你在动荡的市况当中先人一步的神秘武器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在3月25号这一天美股的基本面情况。那在这一天呢，美股的走势可以说是大逆转。在那一天，道琼斯的指数强力反弹，涨了大概1.4%，标普500涨了1.76%，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更加强劲，涨了2.27%。特别是科技股成为了反弹当中的先锋 ，NVIDIA 也上涨了3%，AMD 也上涨了7%，而半导体的指数 ETF XOSX 也上涨了3%，Tesla 是暴涨了接近12%，创下了自从去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。而整个华尔街仿佛在恐慌当中苏醒过来，一夜之间转去了贪婪。那问题来了，是什么引导了这一场凌厉的反弹呢？那其实关键的线索是来自于白宫的一纸消息。在那一天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间抛出了一项重磅的宣示，4月2号推出新的关税政策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市场呢也是闻讯色变，因为特朗普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一直在酝酿着所谓的对等关税的大招。那外界呢也是非常担心，这里也可能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全球性的贸易战。然而，最新消息显示，情况已经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和彭博报道，特朗普政府呢将会考虑从原本全面铺开的关税政策缩小范围，改成针对约15%的国家实施。也就是说，特朗普不会对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的课税，而是锁定少数对于美国贸易顺差巨大的国家进行复仇。那更重要的是，特朗普也透露了很多国家可以获得豁免，不在首轮的关税名单当中。而同时间预告的汽车、晶片等等的产业关税，短期之内不会上路。也就是说，关税的政策没有像以前那么严格，至少在现在来看，不像市场之前预先料到的最悲观的情况那样全面的开战。而这一消息呢，也如同在惊恐万状的市场当中投下了一枚强心针。那投资人原本是比较担心的是，关税战推出了之后，可能会扰乱全球供应链，推升企业成本，进而压低了企业的利润，并拖低了经济的增长。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特朗普的态度开始出现了软化，市场的解读呢，就是他的政策可能是留有余地的一些善意的信号。关税的范围缩小，也就意味着全球的供应链受到波及的范围呢，也将会缩小。例如汽车或者是半导体的领域，暂时会免受打击，而企业因为关税导致成本飙升的压力，也有希望可以减轻。那想象一下，如果美国对特定的国家苛征关税，但同时间豁免了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，那很多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布局也不至于是全面的中断，也因此呢，原本对于企业获利衰退的预期可能会有出现松动的情况。那虽然关税的政策从全面开战转到了点到为止，暂时来说是缓解了市场对于全球供应链中断和企业利润下滑的担忧，但是这个风险也并没有就此消失。关税战也还没有完全收起，只是稍微的没有打那么凶而已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密切的关注4月2号特朗普正式宣布关税的政策细节，以及各国的反应措施。如果这个时候政策出现反复，或者是其他地缘政治的黑天鹅突然之间杀出来了，基本面的恐慌情绪有可能会卷土而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基本面那一方面，对于这一波反弹应该是采取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。利空虽然目前来说是暂退，但还没有到高枕无忧的时候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。那目前美股3大指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长期趋势的支撑是不是稳固。那使用技术分析的交易人经常会以200天线作为一个牛熊分界的指标，如果指数能够长期在200天线以上上涨的话，那也是代表着多头格局依然是稳固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指数跌破了200天线，也往往意味着趋势转弱，甚至是熊市将会来临。那我们截至3月25号收盘的时候，道琼斯、标普500和纳斯达克也是相继的跌破了200天
天线了吗？还是能够成功站稳呢？那从最近走势来看，情况是有点惊险，但依然有可能会有转机。那事实上，随着3月中旬的连续下跌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早在3月初就已经是失守了200均线。那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同时跌破年线的支撑，是2023年10月以来首见。而道琼斯的指数则撑到了3月11号才正式的失守年线。那之前2个星期，3个指数也相继跌破了长期趋势线，也发出了技术面转空的警讯。也难怪当时候华尔街的恐慌指数 VIX 飙升，投资人也一度怀疑冬眠的熊是不是正在苏醒呢？那好消息是，3月25号这波反弹也让指数重新挑战那些失土。那长浩党说，这是3个指数都已经跌破了长期的趋势线，发出了技术面转空的一个信号。那目前各个指数也几乎修复失地，道琼斯最为强势。虽然纳斯达克它的波动比较大，但是在3月25号经历了这个反弹之后，也距离重回200天线不远。那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历史数据，看一下指数跌破了200天线以后，后续的行情到底是怎么样演变的。那在过去几年，美股也曾经上演了类似的剧本，很多时候这些指数也会跌破重要的均线，而随后有2种的反应，要不是迅速修复失地，又或者是陷入更深的调整。根据统计，如果跌破是因为一些重大的风险事件，后续的走势也往往会演变成一个深度调整，甚至是一个熊市的开始。反之，如果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指数跌破了200天线之后，它能够快速修复失地，并且有一个反弹，这个反而是一个洗盘，是一个低风险的进场点。指数随后也重新回归到多头。那我举2个极端的例子，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，新冠疫情爆发，所以也导致了股市的崩跌，标普500跌破了年线，1个月之后依然是疲弱不堪，最后3月份也是迅速的进入到熊市当中。而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2023年10月份，标普500虽然短暂的跌破了年线的支撑，但是当时候并没有一些系统性的风险，1个月之后指数反而是反弹了将近9%，3个月之后涨了超过10%，6个月之后涨了大约20%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当我们看到指数跌破了200天线的时候，我们也并不一定要给它判一个死刑。关键的是，我们要看一下背后驱动的因素。如果基本面是经济稳健的，企业获利并没有大碍的话，跌破一些支持位，随后往往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反弹。但如果有一些实际的利空，跌破了一些支持位，后续的走势就非常不妙了。那目前的前景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？关税的风险算不算重大的风险事件呢？这个也是目前市场比较激变的一个焦点。在3月25号的反弹力度来看，多头显然相信关税利空的消息将会被市场消化，美股有可能会先蹲后跳。但是如果我们从技术面来看的话，我们还是要设定几个观察的时间窗口。那这里呢有一个经验的法则可以给大家参考。那如果指数能够跌破200天线之后，能够在5个交易日之内修复，通常呢这个就是一个假突破，牛市的格局呢也并没有被破坏，多头呢是可以迅速的掌握这个掌盘权。如果在均线的下方停留超过10个交易日，那情况就变得不乐观了，也意味着市场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调整期。而如果一旦连续超过20个交易日，它也没有办法重回200天线以上的话，那历史上来看，可能发生中期或者是一个技术性熊市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。那我们就用2022年初做一个例子，标普500在2月到3月初跌破了200天线之后，长时间没有办法站回。那虽然后续我们可以看到指数有一个反弹，但反弹的时候成交量是非常疲弱的，随后几个月的走势也是反复的疲弱，而在6月份也是确认进入到了一个熊市。那相反，在2018年年底和2023年第3个季度的2次调整期，因为很快可以在几天之内修复失地，后面的行情呢也是很快可以重回到一个升势当中。那当然每一次的行情也各有不同，我们也不可以只是相信一个指标，所以呢我们除了要观察指数和200天线之外，我们都需要去观察个别股票的表现。而最近个别股票的走势，我观察到的情况跟2022年年初有一点相似，而那一年恰恰就是熊市前的开端。那我们可以观察到最近的大势反弹，大部分的股票，尤其是之前的强势股，在形态方面已经出现了破坏，并不再是一个长期上涨阶段 Stage 2。那这种情况呢，跟2021年年底和2022年初非常的相似。当时候属于元宇宙板块的 Roblox， 虽然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，它可以在短期之内有一个强劲的反弹，但是在2022年年初走势突兀。那虽然在2月份反弹了接近40%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股价也并不再是一个长期上涨阶段。那随后 Roblox 的走势无以为继，继续的下跌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候另外一只强势股 Tesla， 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超过
40%的大跌，并且跌破了很多个支持位，也打破了过去2年的长期上涨的趋势。随后虽然在3月份有一个强劲的反弹，涨了40%，但是魔鬼是藏在细节当中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大涨的时候 ，Tesla 只是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成交量反弹到一些关键阻力的位置，那这也代表着它并没有完全的克服到一些阻力，所以这里呢也就成为了它下一波跌浪的开始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阶段权重股的股票，例如 Tesla、Google、Nvidia 等等的股票，大部分都已经不再是一个上涨的趋势，并且跌破了多个关键的支持位。而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的强势股，例如之前非常火热的量子计算领域的 IonQ、PUBT， 虽然它在最近的反弹当中，一天里面可以有17%、18%的强劲反弹，但我们拉长一点来看的话，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长期上涨阶段的股票。那虽然听上去非常的悲观，但是此时此刻我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市场当中的强势股，例如一些资源类的铜或者是金，或者是银等等的板块，又或者是金矿股等等，而这些板块也是被市场定义为是些防守性比较强的商品类的股票。而我也已经找到这些逆势上涨的强势股的方法，放在了我的 APP 里面。而在这里呢，我也向各位介绍一个工具，就是 Rich 致富选股的 APP。那这一款 APP 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这个 APP 当中会拥有2个符合我选股策略的筛选器，可以帮助我找到目前逆势中表现强势的强势股，帮助你抓住机会。也有一些我的投资日记和关注的清单，可以给你看一下在不同的市况当中我的选股逻辑是什么，并且也有一个 VIP 的咨询专区，这里你也可以提问，我可以亲自的回答你的投资疑问，并且每个月也会有一些深入的分析文章和专属的影片教学，带你去学习更多的选股技巧和投资知识。这些功能加起来，希望能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加精准，对未来的投资之路更加充满信心。目前致富选股 APP 正在推出一个早鸟优惠，限时限量，优惠期也快要结束了，所以呢，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。那下一个影片我会更加详细讲到在逆势当中的策略，并且有哪一些板块值得关注，并且呢，在研究过往的历史当中有什么精华可以应用在现如今的市场当中呢？大家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下一个影片的通知。那最后，我也非常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，你认为这一次的反弹是一个逃生的窗口，还是一个新的起点呢？你这一次打算用哪一个策略去应对呢？也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畅所欲言，也别忘了帮这支影片点赞，并且分享给你身边关注投资的朋友。你的支持将会是我制作高质量内容的最大的动力。那我是 Rich，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。